把你的秘密告诉姐姐。告诉姐姐。《苍穹年》番第64集预告已经出来了，从新出预告来看，可以说信息量十足。从萧炎突破到斗皇，到月妹惨遭追杀，再到月妹传递出一个重要消息，直到4大新人物现身。那么多的不说，感兴趣的话，大家就来看看吧。1. 萧炎突破到斗皇。首先就是萧炎了。从新出预告来看，萧炎已经进入闭关状态。在闭关过程中，萧炎物我两忘，身心合一，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最终萧炎成功突破了境界，由斗王巅峰直接突破到斗皇境界，自身斗气也变得和以前不一样了。到了现在，萧炎也终于是成为一名斗皇强者了。他的那些同辈，比如林修雅等人知道后，只怕会目瞪口呆，因为萧炎这修炼和突破到速度实在太快了，快到不符合常理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萧炎突破到斗皇后，顺手把萧薰儿给他的地印诀修炼到了第2重，也就是翻海印。因为这翻海印要达到斗皇级别之后才能练成，之前萧炎只是一个斗王，自然无法练成这翻海印，但是现在他突破到斗皇，自然就有资格练这翻海印了。2. 月妹惨遭追杀。然后就是月妹了。从预告来看，曾经追杀过萧炎的蛇人族美女月妹现在正式回归了，不过当初她追杀萧炎，现在倒是被人追杀了。追杀他的人是谁呢？按照原著来说，乃是金焰宗的2名斗王。因为金焰宗和木兰谷以及毒宗同时发起了对加玛帝国的进攻，蛇人族因为在加玛帝国边境，所以就惨遭攻击了。月妹眼看敌方势大，不能硬拼，于是就选择了逃走，但金焰宗的人怎么可能放过他？于是2大斗王当即前去追杀。眼看距离越拉越近，月妹没办法了，只能回身准备和这2个斗王决一死战。月妹今日相当狼狈，这么多年来，她或许是第一次享受到如此慌不择路的待遇，而这种狼狈待遇的赐予者，便是那紧紧跟在身后不远处的2道蓝色身影。这2个该死的王八蛋，若是等老娘伤势恢复，定要把你们浑身的肉全部撕下来喂我那条小宝贝。月妹蛇尾诡异地点在地面之上，每一次的点动，其身形便是会猛然爆射一段距离，而在逃跑时，她还不忘转头恶毒地望着后方的2道身影，诅咒着骂道：哎，不过灵岩城已经破了，这次恐怕会让的不少3宗之人进入帝国之内，真是麻烦。月妹本是灵岩城的守护者，凭借着她7星斗王阶别的实力，前几次都是顺利的将一些试图攻破此城的3宗强者打退，不过这一次却是失去了好运。谁都没料到，为了这么一个并算不得多大的城市，3宗联盟竟然派出3名斗王阶别的强者，而且其中有1人的实力竟然足足在8星级别。3名斗王强者率兵前来攻城，这种结果很明显，月妹在将对方1名斗王击伤之后，也是对对方那位8星斗王强者打成重伤，然后他便是只能弃城而逃。不过好在他为城中不少人争取到了逃生的时间，因此等大军进入灵岩城时，绝大部分人员都已经悄悄撤离，而也正因为如此，方才会惹得对面的斗王强者这般愤怒。在留下1人看守城市后，其余2名斗王强者便是一路锲而不舍追杀而来，看那模样，似乎很是有种追不到手边誓不罢休的劲头。当然，相对于月妹的狼狈，后面那2位一身蓝袍，袍服上绘着金灿灿大雁的2名中年人，同样形象不太好看。虽然月妹身受重伤，可凭借着蛇人族那诡异的身法斗技，却总是令得他们难以追上。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2人心中难免会烦躁与不耐起来，
但一想到这是上面发下来的命令，也只能闷着头一阵狂追。妈的，等抓到那娘们，老子要狠狠地折磨一次，不然难泄我心头之恨。一名面色阴沉的中年人，眼睛死死地盯着前方不远处若隐若现的倩影，即便是此刻是在狼狈逃命，可那道妙曼背影依然透着几分诱人。嘿嘿，听说蛇人族的蛇功异常美妙，在我们落雁帝国，一名蛇人族女奴可是能够卖出极高的价格，就是不知道这位斗王阶别的美女蛇是否比那些普通女奴更令人舒畅。另外一人眼露星号之色，阴恻恻地笑道。闻言，那面色阴沉的中年人也是神色一动，阴声笑着点了点头，道：既然如此，那就更不能放过他了，加把劲吧，不要太深入加玛帝国了，不然万一遇见其他强者就麻烦了。但就在这个时候，萧炎路过，见月妹正在被人追杀，当即上来就是一个大招，直接将这两个斗王灭杀，也因此救下了月妹这位美女。由此也可以看出，萧炎是一个不计前嫌之人，毕竟之前月妹追杀过他，还把他打得狼狈不堪，但是现在却可以主动出手救月妹。抬头对着面前的黑袍青年露出一个善意的笑容，道：多谢了，我是蛇人族的人，月妹。见到这当初咬着牙想要将自己拖回去做男奴的凶悍美女蛇，此刻竟然对自己露出这般柔和笑容，萧炎也是心中略感好笑，目光怔怔地望着这明明是分成两路逃跑，可最后依然落得这般下场的两人。月妹再看了看那闲庭信步缓缓走来的萧炎，额头上冷汗更浓，此人实力绝对比炎盟的那几位斗皇巅峰强者更强。不知道先生名讳？心中在闪过几道念头后，月妹终于是小心翼翼地问道。瞧得他这副小心翼翼的模样，萧炎却是忍不住的一笑，嘴角浮现一抹戏谑，道：月妹统领，难道忘记了当年那在沙漠中不小心偷看了你洗澡，然后被追杀千里的小色狼？听得这话，月妹脑海中猛然闪现出当年的沙漠中的一幕，再望得那张略有些熟悉的年轻脸庞，一对诱人蛇眸顿时陡然睁大。是你？3. 月妹传递出一个重要消息。本来萧炎出手救下月妹，没指望有什么回报，但是月妹被救之后，却是感激之下传递给萧炎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，那就是三大宗门已经攻打到了加玛帝国的黑山要塞，美杜莎女王正带着海波东等人奋起抵抗。萧炎一听这还了得，赶紧赶去黑山要塞助战，帮助美杜莎女王打退这三大宗门。四大新人物现身，最后就是四大新人物了。预告的结尾出现了4个新人物，都是男性角色，而且很明显都是反派角色，因为他们一个个都在带队攻打黑山要塞。路人观众可能不知道这4个新角色都是谁，但是原著党应该都已经猜出来了。这4个新角色分别是燕洛天和木兰三老。其中燕洛天乃是金燕宗的宗主，一身金色衣服，显得很年轻，但却一脸邪魅，一看就不是正经人。不过他虽然年轻，但却已经达到了2星斗宗的境界，是一名实打实的斗宗级别强者。木兰三老则是3个目露金光非常强壮的老年人，3人站在一起，很有威慑力，一看就不好惹。木兰三老据悉出自木兰谷，3人同心，吃住一起，对敌也是3人一起上，从不分开。不过这3人中却没有一个斗宗级别强者，都是斗皇巅峰的境界，但是3人联手却足以和任何斗宗级别强者一战。这4人带队攻打黑山要塞，就连美杜莎都不敢大意，可以看到美杜莎站在城墙上一脸凝重，身边是海波东加刑天等人，看来一场大战已经是在所难免了。好了，本期就聊到这里，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。如果你也对斗破苍穹动画感兴趣的话，请点击关注，感谢你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